2010年，黑龙江省宁安市警察侦破了一起特大杀人案，一个名叫苏红的乡村女医生，在7年时间内连杀4人，并藏尸菜窖。案件报道后，一时间大家群情激愤，女魔头、杀人狂的叫法不绝于耳。然而，一个弱女子为什么会变成杀人狂魔呢？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2010年5月7号，宁安市东京城派出所接到报道，报案的是住在东京城杏山村的一户刘姓人家，称他们家有2人失踪数日，不见踪迹。失踪的这2人是2兄弟，一个名叫刘秀运，今年65岁，在家里排行老大；另一个名叫刘秀斌，今年46岁，在家里排行老六。在警察的仔细询问下，刘家人说出了2兄弟离奇失踪的经过。刘老大20多年前就离异了，此后一直没有再娶，多年的单身生活，刘老大练就出了一手好厨艺。2010年4月24号，刘老大在村里的建筑工地上找了一份掌勺的活，由于做出的饭菜味道好，打饭时分量有10成，因此工友们对刘老大赞不绝口。但是没想到3天后，刘老大竟然离奇失踪了。为什么说是离奇失踪呢？因为失踪时家里门和灯都没关，床铺摆放整齐，抽屉里还放着好几千块的现金，不像是出远门的样子。而更为诡异的是，就在刘老大失踪3天后，刘家的兄弟刘老六也离奇失踪了。刘老六在失踪前和妻子大吵了一架，妻子被气得离家出走，刘老六出门寻找，可没想到人没找回来，自己却弄丢了。根据刘家人讲述，刘老六是一个精明的人，他除了在家务农外，没事的时候还会做点小买卖，平常交际很广，电话不断，手机不离身。但是奇怪的是，自从失踪后，他的手机就再也没有打通过，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然而就在苏红离开派出所没多久，刘家3姐突然接到一条短信，发这条短信的不是别人，正是刘老六。短信内容是这样的：三姐，我把我大哥打死了，我要去山东做生意，他不同意，我一失手就把他推倒了，他的头撞在门框上死了，你们不用找我了，我不想坐牢，我跑了。收到这条短信后，刘家人顿时慌了手脚，如果真是像刘老六所说的那样，是他杀了刘老大后跑路，那警察追查起来，老六的命岂不是也搭进去了？于是刘家人决定撤案。然而警察却认为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里面有以下几个疑点。第一，警察去过刘老大家和刘老六家勘察，在门框上都没有发现有撞伤的痕迹。第二，刘老六失踪数日，音讯全无，但是就在警察找苏红问话后没多久，他就发短信来了，时间上未免太过于巧合了。警察觉得事情太蹊跷，于是更加频繁地找苏红问话，希望能从他这里得到一些线索。就在这期间，刘家人手机上还不停接到刘老六发过来的短信，有将近10条。这些短信都在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老六是杀人后自己逃跑的，希望家人不要报警追查。然而越是这样，警察越怀疑，因为这些短信大多是在警察找苏红问完话之后发出的。而且既然刘老六能和家人取得联系，那为什么不打电话，非要发短信呢？难道是有人拿到了刘老六的手机，然后冒充刘老六发短信？警察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于是调取了刘老六失踪前后所发的短信做对比，希望从里面找到蛛丝马迹。果然又有了新的发现，刘老六只有小学文凭，平时发短信都是用手写，错别字较多，而且标点语句比较混乱，表达不清晰。而在他失踪后所发的短信条理清晰，言简意赅，错别字较少，像是用拼音输入法打出来的，前后差别明显，绝不像一个小学文化水平的人所写的。这基本上印证了警察的猜想，是有人在用刘老六的手机冒充他发短信，而且此人的文化程度应该至少在初中以上。在杏山村，有初中以上文化的人并不多，苏红就是其中一个。警察开始在院子里四处搜查，发现有一处地方堆放着1米多高的杂草，掀开杂草，发现了一个旧轮胎，而旧轮胎下面就是菜窖的铁盖。警察打开铁盖，顿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只见里面堆满了粪便和生活垃圾。就在警察准备顺着楼梯往下爬时，一直冷静的苏红突然失态，风一般冲过来拉住警察，这更让办案人员确信秘密就隐藏在这菜窖中。警察爬下菜窖后，捏住鼻子，用棍子在里面挑出一张床单，同时被挑起来的还有一只人脚。
很快，警察将床单和尸体拉出菜窖，尸体一共有2具，已经开始肿胀，面目狰狞。经过村民辨认后，这2具尸体正是半个多月前失踪的刘老大、刘老六兄弟。至此，这起失踪案已经告破，犯罪嫌疑人苏红被捕。然而，警察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在此前的问话中，苏红表现出来的强大心理素质让警察印象深刻，不像是初次作案，而且菜窖里积满了厚厚的粪便和生活垃圾，看上去时间久远，并不是刘家兄弟被杀后才扔进去的。这是在掩盖什么？难道菜窖里还隐藏着其他秘密？警察继续清理菜窖，将污物全部清理出来后，一具白骨赫然出现在眼前，尸体头盖还保留着30公分左右的头发，证明遇害人是一个女人，且已经被害多年。那么这个女人和苏红什么关系？苏红为何要将她杀死后藏尸菜窖呢？而她杀刘氏兄弟的动机又是什么呢？这要从苏红的身世经历说起。1970年，苏红出生在宁安市东京城，家里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从小到大，父母总是教育苏红，身为长女，要让着弟弟妹妹，家里的活要多分担。1986年，苏红顺利考上宁安卫校，毕业后分配在市里的第2人民医院工作，这让苏红父母十分高兴，总算是山窝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20岁时，为了照顾家里，苏红放弃了市医院的工作，回到老家杏山村开了一家小诊所，成了一名乡村医生。此时的苏红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10里8乡来提亲的都踏破了门槛。不久，苏红结了婚，结婚对象是她初中同学，也是她曾经的爱恋对象。结婚后，苏红来到丈夫家生活，此时的她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然而，现实很快就将她心中那份美好的期待击碎。结婚没多久，丈夫就出轨了，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这让苏红十分伤心。她也曾想过离婚，但是父母跟她说，农村的流言蜚语太厉害，女人要是离了婚，那这一辈子就算有了污点，以后想再嫁就难了。于是，苏红强忍着委屈打消了这个念头。苏红想要一个孩子，她以为有了孩子之后，就能把丈夫拴在身边了。10月怀胎，1朝分娩，孩子出生后，苏红的全部心思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洗衣做饭喂奶换尿布全是她一个人，丈夫仍然是一如既往的不闻不问。更让她绝望的是，在这个家里，她始终是个外来人，做得好仿佛是理所应当，哪里稍微有点做得不好，就会招来全家人的谩骂和指责。这种身体和精神高度压抑的生活，让苏红的性格也发生了大变。她慢慢学会了不再逆来顺受，而是回击。这时苏红才开始明白，为什么结过婚的妇女脾气都如此相似，那都是被生活逼的。女儿9个月时，丈夫离开了家，去了南方打工，她和女儿没有了经济来源，丈夫家已经待不下去了。苏红带着女儿回到了娘家杏山村，重新开了小诊所，她和女儿才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弟弟妹妹却不想留在家里，他们羡慕南方打工的生活，于是也都离开家里，前往南方打工，把小孩都留给姐姐苏红抚养。作为家里唯一的年轻人，苏红默默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庭重担。她不仅要照顾父母，还要抚养小孩，另外还要经营小诊所，可想而知日子过得有多辛苦。每天一睁眼就有7张嘴要吃饭，小诊所的收入已经满足不了家庭开支了。于是苏红把家里的30亩地都种了起来，为此她还学会了使用拖拉机。别人家几个男丁干的活，苏红一个人全部干了。繁重的劳动让苏红的皮肤变得黝黑，手指关节变得粗大，已经完全失去了少女的气息。不过苏红并没有抱怨什么，她觉得自己苦点累点没关系，只要家庭和睦，孩子们过得好，生活就有奔头。然而生活总是向苏红期待的反方向发展。2001年，弟妹从南方回来，带回了一个消息，苏红的丈夫在那边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两人还生了一个小孩。虽然苏红早知道肯定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真的亲耳听到时，她心里还是止不住的悲痛欲绝。这是她爱过的男人，如今彻底抛弃她了。不过苏红并没有提出离婚，她宁愿忍受丈夫对她的不忠，也不想要背上离婚这样的人生污点，所以两人之间就一直维持着这么一段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2003年，妹妹和妹夫回家过年，
苏红看妹妹跟丈夫在一起时总是小心谨慎，很不对劲儿。在追问下，妹妹才说出了实情。原来丈夫在家里经常对她进行家暴，而且每次下手都很重。知道这个情况后，苏红心里非常难过。她不知道这个从小被她疼爱的妹妹受到了多少折磨。一天，妹夫在外面喝酒后回来又打了妹妹，妹妹不堪忍受殴打，跑回了娘家，坚决要和妹夫离婚。苏红看着满身伤痕的妹妹，心疼不已。为了帮助妹妹摆脱妹夫那个恶魔，于是自作主张把妹妹送出了杏山村。第二天一大早，妹夫提着菜刀就来苏红家要人，声称接不到人就不回去。苏红把妹夫挡在了门口，两个人发生激烈争吵。情绪冲动的妹夫拿着菜刀就往屋里闯，说要把儿子砍死，儿子死了，老婆就回来了。苏红害怕妹夫真的会把外甥砍死，连忙追上去将妹夫推倒，但是妹夫爬起来后继续往里屋走。情急之下，苏红拿起一个空酒瓶往妹夫头上砸去，刚好砸在太阳穴上，妹夫倒地抽搐了几下，便咽了气死了。苏红望着眼前的景象，吓得瘫坐在地，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混沌状态。这时父亲从外面回来了，苏红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哭着向父亲说出了事件经过。父亲点了一支烟，沉默了许久，等烟抽完后，对苏红撂下一句话，让他别管了。说完就朝屋外走去。不一会儿，父亲不知道从哪儿推来了一辆三轮车，把妹夫的尸体装上三轮车后，又拿了一桶柴油，然后出门去了。回来后，父亲告诉苏红，尸体已经烧了，让她不用担心。苏红一直吊着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为了掩盖真相，苏红拿起妹夫的手机，向他的家人发了一则信息，说他提前出去打工了，以后不赚到钱不回来。妹夫家人信以为真，没人再追究他的失踪之谜。杀人后说不愧疚是假的，毕竟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样没了。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苏红只能把心中的愧疚加倍的奉还给妹妹的孩子，对他比对自己的亲孩子还要亲，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妹妹的孩子来。父亲死后，妹夫的尸体去向就彻底成了秘密，但是苏红还是活得战战兢兢，生怕哪一天就东窗事发了。就这样又过了几年，苏红的弟妹李学英生了二胎，是一个大胖小子。侄子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一丝喜庆。在弟妹坐月子这段时间，苏红什么活都不让她干，而且还经常做好吃的给她吃。她不想弟妹再受她以前那种苦了，对此弟妹也很感激。半年后，弟妹提出要去南方打工，和丈夫待在一起，两个小孩留在家里给苏红照顾。临走前，弟妹还拿出了自己14000元的积蓄给苏红，说算是自己两个小孩的抚养费。苏红推辞不过，便收下了。2005年，弟妹李学英回来了，说是要看看两个小孩。然而在老家的这段时间，苏红母亲竟然撞见了儿媳在家里偷情。老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但是又不想家丑外扬，只能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弟妹又要去南方，不过这次她向苏红提出要把之前给的14000块钱还给她。苏红十分诧异，因为那笔钱早就花在孩子身上了，现在怎么拿得出来？但是弟妹却不管，她一改之前的说法，说这笔钱是当时借给苏红的，并不是小孩的抚养费，还指责苏红贪了他的钱。苏红虽然万般委屈，但却百口莫辩，心里也彻底心寒。当天晚上，母亲吃完饭出去串门去了。苏红安顿好4个小孩睡下后，拿着根麻绳悄悄来到了弟妹卧室。弟妹由于刚从南方回来，有点水土不服，又患了重感冒，正在床上休息。苏红看到弟妹保养的肤白貌美，自己却为了这个家日夜操劳，风吹日晒，皮肤早已失去光泽。尽管这样，她的付出换来的却不是感激，而是埋怨。苏红又想起弟妹被捉奸在床的情景，她对弟妹的出轨尤其愤恨。想到这里，心中的仇恨使她完全失去了理智。她拿起麻绳套在弟妹脖子上，结束了她的生命。这次苏红并没有像当年那次杀人一样惊慌失措，而是冷静地将弟妹尸体包起来，扔到了自家菜窖里，然后伪造了一封弟妹离家出走的信，放在家门口，制造弟妹背叛丈夫离家私奔的假象。农村将妇女贞洁看得很重，发生这样的事，两家人都视为家丑，选择不对外声张。就这样，没人再去追究弟妹的去向。以后的时间里，她不断往菜窖里倾倒生活垃圾和粪便，
层层污秽将他杀人的秘密隐藏起来，谁也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他。2006年，苏红母亲去世，他失去了最后一丝依靠，弟弟妹妹依然常年在外打工，他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抚养着4个小孩，村里人都夸赞他勤劳能干，是妇女模范。但是只有苏红知道，这些年他做出的牺牲有多大。村里的刘老六在城里开了一家小卖铺，苏红就经常托刘老六从城里带一些生活用品以及孩子上学所需要的文具回来。但是他没想到，这竟然引起了刘老六的非分之想。刘老六经常和老婆吵架，家庭关系不和睦。一天吵完架后，他来到苏红诊所，对苏红动手动脚。苏红察觉不对劲儿，使劲反抗，但是这时刘老六却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当年我看到你妹夫提着菜刀往你家里去了，但是后来再也没看到他出来过，是不是被你害了？刘老六的一番话让苏红感到晴天霹雳，脑子一片空白，放弃反抗，任由刘老六摆布。此后，刘老六凭借这个秘密对苏红进行了长期侵犯，苏红只能把泪水和委屈往肚里咽。另一边，苏红因为没有行医资格证，她的诊所被关闭了，断了重要的经济来源，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一天，苏红的大外甥在学校玩摔断了腿，乡里医生看过后说要保住腿就必须转到城里的医院去做手术，但是手术费要大几千，苏红在村里借了一圈也没借到多少钱。这时苏红想到了刘老大，他心想，刘老大平日里在村里的口碑不错，而且单身一个，身上应该有不少闲钱，关键是他已经65岁了，应该不会像其他的男人那样人面兽心。于是苏红向刘老大借了6000块钱，解决了燃眉之急。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刘老六早就把他和苏红之间的事儿当作酒后吹嘘的资本，说得人尽皆知了。刘老大20多年没碰过女人，也对苏红动了歪心思，他爬进苏红家，以还钱为借口对苏红进行骚扰。但是为了所谓的面子和名声，苏红还是忍了，疼了没有喊，也没有选择报警。就这样，刘家两兄弟隔三差五的就来苏红家行不轨之事。终于苏红的忍耐到达了极限。有一天，刘老大又来苏红家时，他拿出一瓶安眠药，骗刘老大说这是壮阳药，让他吃下。刘老大吃下后昏迷不醒，苏红拿出麻绳勒死了他，然后扔到了菜窖。杀死刘老大后，苏红知道还要将刘老六除去，才能将秘密彻底埋葬。3天后，苏红发短信给刘老六，谎称要还钱，让他来家里一趟。刘老六兴致冲冲地来到苏红家后，又被苏红以同样的手段杀死，尸体被扔到菜窖。但是这一次苏红没有这么幸运，他的犯罪行为被警察发现，等待他的将是死刑裁决。苏红的一生既是罪恶的一生，也是悲惨的一生。2005年8月20号清晨，陈丹磊看着熟睡中的丈夫翻身下床，掀开枕头，拿起手枪对准丈夫的后脑勺连开了2枪。在亮堂堂的灯光下，丈夫躺在血泊中，陈丹磊却镇静得连自己都难以置信。事后陈丹磊更是和尸体共处一室，待了7天，直到尸体发臭才将其分尸。陈丹磊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她跟丈夫何磊在图书馆偶遇，从此便坠入爱河，无法自拔。2001年，陈丹磊还在清华读研时，就幸运地被美国普济大学录取。然而陈丹磊却没有很高兴，因为他不想离开何磊，如果出了国，2个人分居两地，他是怎么也忍受不了的。于是为了给彼此一个定心丸，同年5月份，陈丹磊就从美国回来了，偷偷跟何磊领了结婚证，连父母都没告诉。也正是因为这样，何磊拿到了陪读签证，他以陪读的身份跟陈丹磊在美国定居。到了美国，陈丹磊用他的奖学金供何磊读机械工程学。为了不让陈丹磊有太多压力，何磊自己也很努力，也获得了奖学金。何磊性格开朗，幽默风趣，来了美国之后，他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而陈丹磊十分内向，沉默寡言，他与何磊相处的时间最多，并且一直将何磊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在一开始的时候，陈丹磊还可以勉强忍受何磊出去聚餐，但是时间久了，他就无法忍受了。他不仅不允许何磊出去聚餐，连正常日常的交流也禁止。每一次何磊要出去聚餐，陈丹磊都会眼泪汪汪地出来制止。
何磊看着泪流满面的爱人，心疼的安慰几句，耐心的安抚他。但是时间久了，何磊也有点受不了陈丹磊的这种行为，两人因此开始无止境的争吵。2004年的圣诞节，何磊要出去参加同学聚会，陈丹磊不同意，两人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陈丹磊激动之下将刀子插入何磊胸膛，何磊发出痛苦的叫声，陈丹磊马上松开双手，颤抖不止。事后警方到来，陈丹磊被警方带走并拘留了一段时间，同时他也被学校开除了。发生这件事后，陈丹磊十分后悔和痛苦。虽然陈丹磊差点将丈夫捅死，但是何磊还是找人花8000块钱将陈丹磊保释了出来。出来之后，陈丹磊无时无刻不在丈夫身边照顾她。何磊内心十分宽慰，他甚至想着，如果自己被捅了一刀之后可以换回从前那个温柔的妻子，也是值得的。后来何磊依旧会时不时的出去聚会，而陈丹磊在经历了捅人事件之后，内心的偏执欲、控制欲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收敛，对丈夫的控制与束缚反而越来越严重。就在两人又一次发生争吵时，何磊气急败坏，说出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离婚这样的话。而正是这段话深深地刺激到了陈丹磊的神经。此时此刻的陈丹磊急迫地需要找到一个人来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与痛苦。妈妈是陈丹磊唯一的依靠，但不幸的是，陈丹磊的妈妈在陈丹磊去往美国的15天之后就去世了。陈丹磊无望地翻动着手机通讯录，在这时，陈丹磊翻到了曾经和他最为要好的同学，于是他满怀期望拨通了他的电话。可是就当陈丹磊打算向对方倾诉自己的痛苦时，对方却将电话挂断了。此时的陈丹磊内心已经极度扭曲，他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他。陈丹磊的内心此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将自己的丈夫永远地留在自己的身边。在当天早上6点，陈丹磊曾经推醒过何磊。何磊正睡得迷迷糊糊，但陈丹磊不停地问他，你说我们俩之后到底要怎么样？你说呀。何磊不耐烦地回答道，你烦不烦啊？正是这一句回复完全点燃了陈丹磊内心的邪念。陈丹磊是一个时刻需要丈夫的鼓励与呵护的人，她内心极度自卑，无法经受别人的不耐烦与嫌弃。而正是这句丈夫在半梦半醒时不耐烦说出的一句带有脾气的话语，将陈丹磊内心的堡垒彻底的击溃了。她认为丈夫已经不再爱自己了，而且他要马上离开自己了，所以她就将丈夫一枪射死，通过这种方式要丈夫永远待在自己的身边。此时的陈丹磊内心没有任何畏惧感与愧疚感，她反而觉得如释重负，全身的神经都放松下来了。她想，何磊永远都只属于她了。在接下来的1周之中，陈丹磊并没有将何磊抛尸，而是与他同床共枕，就像平时一样相处。他每天都会和他聊天，聊他们甜蜜的过去，聊他们的未来。他对自己洗脑，认为何磊只是睡着了，但是尸体在1周之后发生了腐烂，已经有了臭味。这时陈丹磊已经意识到何磊死掉了。好几次陈丹磊都想自杀，随何磊一同离开，但是陈丹磊一直都想要去母亲的墓前看一看，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在事后的供述中，陈丹磊说自己在网上聊天，请了一个叫杰克的枪手来帮自己碎尸，事后又将尸体丢在偏僻的角落。一般而言，分尸这种行为如果由杀人者进行，在法律上不会额外进行单独评价，但这种行为由于手段特别残忍，性质极其恶劣，因此在量刑时都会把这种行为考虑进去，其结果通常是判处凶手死刑并立即执行，很少有例外。而美国警方表示，并没有找到一个叫杰克的人，这个杰克有可能是陈丹磊自己为减轻罪行杜撰出来的人物，但是究竟是不是，现在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离开之前，他把何磊护照上的照片撕下来，贴上自己的照片，还买了一身男装，把自己装扮妥当，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8月26号，陈丹磊在上海浦东机场落地后，因为护照有修改迹象，引起了机场警方的注意。在浦东机场被抓时，陈丹磊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并把何磊的事全都交代了。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警方也发现了何磊的尸体，此案件立即轰动了中美两国。案件经过长达1年的审理，
直到2006年9月4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对陈丹磊作出了判决。由于并不清楚陈丹磊是否进行了碎尸，美国警方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指认陈丹磊碎尸，判处他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之后，陈丹磊多次进行了减刑，由死缓变为无期徒刑。此后他一共经历了5次减刑。2011年从无期徒刑减刑为有期19年，2013年减刑1年2个月，2015年减刑1年6个月，2016年减刑1年6个月，2019年减刑7个月。在2019年最后一次减刑后，陈丹磊刑期累计减到2025年11月29号为止。如果后面陈丹磊刑期没有变化，那么2025年底就将是他出狱的日子。陈丹磊性格孤僻，他跟狱友几乎无交流，而且陈丹磊还有严重的洁癖，他不允许别人碰他的东西，甚至不允许别人碰他的身体。如果不小心被碰到，他会不停地刷洗，直到皮肤被刷红。所以每次与别人擦肩而过时，他总要侧着身子，怕被碰到。陈丹磊独特的身份与生活习惯引起了监狱长的注意。监狱长曾经多次与陈丹磊进行交流，希望与他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都被陈丹磊拒绝了。孤僻的性格使陈丹磊在狭窄封闭的监狱里时常与狱友发生矛盾，这也一度让他陷入无穷无尽的苦恼中。而突然某一天，陈丹磊自己主动走进了监狱的心理咨询室。面对陈丹磊这个特殊的求助者，监狱心理咨询师和监管民警积极配合，帮助陈丹磊打开心扉，并为他创造了一个心灵之家。在心灵之家里，陈丹磊教狱友们学英语，他逐渐和狱友们有了情感的沟通。与此同时，他也重新意识到，情感能力的获得是建立在被人需要上，而不是渊博的知识上。也许正是这些举动，让陈丹磊逐渐收获到了一些自信。在悄然之中，他也发生了改变。在2016年，监狱借助彼岸文化交流活动，给陈丹磊提供了展现自己才能的平台。陈丹磊用了1整晚的时间写好了《此岸彼岸》的歌词，并快速定下了歌曲的旋律。这首歌被选为监区文化的主题曲。也正是这次的活动与狱警的鼓励和赞赏，陈丹磊获得了更多的自信，似乎也在逐渐找到自己的价值。但是每件事都不会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当父亲来监狱探监时，心理疏导员提出要2人来一个拥抱，但是陈丹磊并没有任何举动，十分抗拒，场面立即变得十分尴尬。当年为了帮他减刑，父亲到处奔走，凑足附加刑的罚款30万元。在陈丹磊转入成都监狱后，离家近了，父亲几乎每个月都来探望他，但是陈丹磊却十分抗拒与他的接触。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监狱心理疏导员与狱警们才意识到，他们对陈丹磊的疏导才刚刚开始。在心理疏导员耐心的引导下，陈丹磊慢慢地打开了自己的心扉。1977年，陈丹磊出生在成都，是个独生女，但是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她却极少受到父母的夸赞。陈丹磊的父亲是重点大学的历史教授，因为工作忙，总是很晚才回家，而他的母亲总要等到父亲回家才能安心去睡。陈丹磊的母亲是一个农村姑娘，没有多少文化，周围人都说陈母嫁给陈父是高攀了。听多了，陈母心中也渐渐失去平衡，害怕失去陈父的恐惧在他心里生了根。等待的时间长了，陈母更是开始了各种怀疑，等陈父一回来，就是各种质问抱怨，而陈父更是被他的疑神疑鬼整得精神崩溃，也逐渐嫌弃他，回避他。陈母也因此一天天消沉抑郁，心中的郁结难以解开，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中。父亲和母亲的相处越发冷漠和疏离。打从陈丹磊记事起，就发现妈妈总是偷偷的哭，父母不在一起吃饭，即使是睡觉都是妈妈一个房间，爸爸一个房间。可是即便如此，爸爸妈妈见面总有吵不完的架。父母不和谐的关系给他留下了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在这个家里，陈丹磊唯一被关心的就是他的学习。每当看到别的孩子被爸爸抱着，被妈妈牵着小手的时候，他的心里总会有说不出的羡慕。陈丹磊默默地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小小的陈丹磊一直认为，只要他的学习足够好，爸爸每天就可以早点回家，妈妈也不会经常哭了。他甚至觉得
只要考上了一流的学校，他的父母就不会分开。终于，陈丹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他以为爸爸妈妈一定会高兴地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给他点赞，为他做好吃的饭菜。然而，父母却并没有表现出陈丹磊所期待的那样。在他读大一时，父母就离婚了。陈丹磊非常自责，他气自己没能挽回父母的婚姻。陈丹磊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不爱说话。父母离婚后，母亲住在一个阴冷的地下室，平时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离婚后的母亲好像丢了魂一样，生活完全失去了重心。陈丹磊每次去看望妈妈都无比痛心。渐渐的，他内心有种莫名的恐惧，害怕自己也会变成妈妈的样子。陈丹磊发誓，他永远都不要经历失败的婚姻，重蹈妈妈的覆辙。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在与何磊的婚姻中，因害怕离婚而把何磊杀害的原因。陈丹磊在揭开自己童年的伤疤之后，似乎释怀了一般。在后来的一次亲子活动之中，陈丹磊主动牵起了父亲的手，父女之间的隔阂彻底消融。在陈丹磊的案件与自述之中，可以强烈的体会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在离异后，陈丹磊和母亲居住在一起，母亲时常抱怨怨恨陈丹磊的父亲，想必母亲的思维模式对陈丹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母亲的自卑、占有与偏执深深地刻在了陈丹磊的心中，而父母婚姻的不美满以及与父母之间缺少的沟通，让陈丹磊有了孤僻内向的个性，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被父母的忽略，没有及时的肯定，使陈丹磊偏向于隐藏内心真实的想法，进行精神内耗。在各种负面情绪的导向下，陈丹磊最后对自己的丈夫下了狠手。陈丹磊童年的不幸造成了他偏执极端的性格，断送了他自己的未来，也使他使何磊的亲人丧失了挚爱。这里发现有一只人的胳膊。1995年，佳木斯警方收到居民在桥下发现人肢体的消息。然而，当警方正要调查时，再次接到同样的电话，在田间河沟又发现了一些尸体碎片。经过法医分析检查后，确定这些残尸是同一名男性的。该男性身高在1.75米到1.8米之间，年龄大概在30到35岁，而且右手手腕有一处伤疤。但令警方疑惑的是，在这些残尸中并没有受害人的头部，这不禁让警方联想到几个月前发生的一起全家被灭一案。一家三口不仅被杀害，并且都被分尸肢解。如今这两个案子的作案手法一模一样，可是到现在那个凶手仍逍遥法外，这也就意味着这两次案件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之后在群众言论的传播下，这件事情很快轰动了整个黑龙江，所有人都担惊受怕。因此，为了稳住人心，尽快找到凶手，警方在电视新闻上播放被害人的身体特征，让认识他的人抓紧来警局辨认。随后就有一个老人来到警局，说这名男子是自己的儿子董大力，他是一名公安干警，平时一个人住在外面，最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上次还是带着女朋友一起回来，而且两个人马上就要结婚了。随后老人带着办案人员来到儿子的住处，可是打开门的一瞬间，老人家差点晕过去。这里到处都是血迹，桌子上的菜和酒早已被鲜血染得通红，而且地上还有一把菜刀和分解尸体的残留物。警方立马对着第一案发现场进行拍照取证，还走访了周围的街坊邻居，很快就把嫌疑人锁定为任秀娟。任秀娟就是即将和董大力结婚的女朋友。当初儿子还问老人要了2万存折办喜事用，可是现场并没有发现这2万块的存折，这让警方怀疑是为财害命。随即警方就派人去银行查看情况，而这2万块钱目前还没有被取走，于是就派人在银行这边守株待兔。与此同时，这边画像师也根据老人的描述画出了任秀娟的模样，可始终查不到这个人的信息，于是警方就将画像散布出去。没过几天，就有一个老太太找了过来，说这跟自己村里马家的3丫头很像，可是名字叫马艳红，不叫任秀娟，几年前就去了城里。民警推测任秀娟与马艳红为同一人，而任秀娟只是她的一个化名。先前的全家被灭门的案件估计也是由马艳红所为，于是民警对马艳红展开紧急追捕。马艳红时年28岁，华川县农民，1993年离婚后独自一个人生活。据马家老两口讲，
离婚后的马艳红一直在家市租房生活，已有近半年时间没见过面了。走访马艳红的同学和村民都说这人挺和气，看见人总是面带微笑，只是有点轻浮，心眼也多，没个准话。在马艳红20岁那年，她嫁给了同村经济条件最好的一户人家。有了经济支撑，马艳红每天都打扮得美艳动人。在那个穿衣打扮还比较保守的年代，她烫起了卷发，穿起了高跟鞋、短裤、裙子，成为十里八乡出名的时髦女郎。丈夫无法忍受，两人经常吵架，最后离婚。与丈夫离婚后，她收拾行李来到家市混事。她原本想做点小买卖，轻轻松松的过自己的生活，但她没什么做生意的经验，再加上市场行情也不好，很快就坐吃山空，出门带的钱也快花光了。于是她打起房东的主意。她租的这套房子的房东姓徐，叫徐学礼，妻子体贴温柔，孩子懂事听话，3口之家生活得很幸福。没想到马艳红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马艳红跟徐学礼说自己叫王兰，和丈夫一起做生意挣了大钱，但丈夫却和打工的女服务员勾搭上了，最后带着儿子和全部家当跟那女的过上了。没有办法，她只好到一家个体副食商店站柜台，就近来租徐家的房子。姓徐的夫妇对她非常同情，本来月租金100块的房子，只用50块就便租给了她。一天晚上，一脸歉疚的马艳红对徐学礼说：“徐哥，真不好意思，商店老板外出进货没回来，工资一直没发，这月房租得往后拖了，我现在连吃饭钱都没有了。”说着还掉了几滴眼泪。徐学礼连忙安慰他，并拿出200块钱让他先花。200块并未让马艳红心花怒放，这还不够他10多天的开销，但他还是装出万分感激的样子，一个劲儿说感谢话。徐学礼掏钱的时候，马艳红看得很清楚，徐学礼是从一叠崭新100元人民币中抽出的2张，那叠钱少说也有5000块。这个时候的马艳红已经心怀鬼胎。徐学礼还告诉他，明天他和老婆孩子就要乘中午的车去省城看望亲戚，大约要1个星期以后回来，让他帮忙照看着家里。而在当晚，马艳红一直在惦念着徐学礼包里的钞票，一个邪恶的计划在他的脑中生成。第二天，也就是8月26号，因为火车班次比较晚，所以徐家3人也就起得晚。吃饭时过来礼貌性的让了一下马艳红，这正中他的下怀。他说：“哥哥嫂子要出远门，应该为你们送行。”便出门买了2瓶啤酒，并在从小卖店到徐家的路上把早就预备好的安眠药粉末放进了酒里。马艳红殷勤的夹菜倒酒，大说掏心窝的送别话。徐家3口很快被药迷昏了。马艳红从徐学礼口袋中搜出全部现金，又一不做二不休，拿起菜刀把3个人全部杀害。看着3具尸体，马艳红认为这么放着目标太大，干脆化整为零，把他们肢解了。于是在地上铺上农用薄膜，开始了庖丁解牛，然后骑自行车在沉沉夜色的掩护下，把尸体抛向稻田、水沟和桥下。这件大事干完，他又在市区租了一间条件更好的房子。单身女子太惹人注意，再说风流本性也使她离不开男人，于是她来到一家婚姻介绍所征婚。登记时用了任秀娥的名字，离婚理由也从暴发户的丈夫抛弃糟糠妻子，变成了封建思想严重的婆家嫌她不生育而扫地出门。说的介绍所的姐妹们个个同仇敌气，发誓要给她找个像样的对象。董大力身高近1.8米，加上政法干警的工作，使他越发显得英俊魁梧。马艳红会煽情，这么多年的情场奔波使他积累了丰富的风花雪月的经验。认识不长时间，马艳红就退了原来租的房子，搬进了董大力的家，并不失时机地向董大力述说前夫如何能挣钱。挣钱是男人能力的象征，马艳红经常用这招来试探和激将董大力。毫无戒心的董大力拿出苦心积攒的2万元钱存折给他看，并对他许诺，这钱留着2人以后办喜事用。他不知道，这张存折就像通往地狱的门票，已经被马艳红偷偷地打上了日期。1995年6月2号，2人一番温存后，马艳红说老公辛苦了，便亲自下厨炒了2样菜慰劳他，并且从冰箱里拿出3罐啤酒。董大力不知道这里面有问题，接过来就一口全部喝完了。马艳红用药把董大力迷昏后，他翻出存折，正要对董下手，这时有人敲门，原来是董大力的同事来找他。马艳红一边演戏让客人进屋倒茶递烟，一边说：“小董喝多了，你看
真不好意思。同事很知趣，没待多久就走了。意外出现的造访者并没有打消他的杀机，他又一次操起菜刀，这一次他已经是轻车熟路，肢解过程中并没发出很大的砍猪肉瓣子的声音，邻居毫无察觉。后来马艳红在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杀董大力他也不是没犹豫，董大力样样都好，但是自己之前犯下的事肯定早晚会露馅，到时董大力还能瞧得起自己吗？再说他还是警察。预审室中，马艳红经不住铁的证据和严厉质问，在各种搪塞都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只好承认了把喝酒过量意外死去的董大力分尸的事实。由于董大力案件与1994年826碎尸案的手法有极其相似之处，早在侦查阶段市局领导就指示并案处理，如今嫌疑人就在面前，当然要问个明白。马艳红知道自己无法回避，突然嚎啕大哭起来，那份伤心劲倒像他是被害人一样，哭够了说道，人只能死一回，杀一个是死，两个也是死，我干脆说了吧。根据他的交代，公安人员驱车在市郊挖出被他埋在地下的几具尸体头部。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很快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严惩马艳红，这也是人心所向。市有关领导也批示要从重从快处理。事已至此，马艳红供认不讳，人证物证齐全，本该以一声清脆的枪响结束此案，但在公开审理阶段出现的情况却使此案又一波三折，马艳红得以苟活近3年。马艳红称自己是被指示的，案件中另有主谋，而在当时的法律中，如果没有将当事重要人物逮捕，不得执行刑罚。于是警方又发动大量人力去抓捕马艳红口中的主谋王某，他甚至将王某如何与自己计划、预谋、分瓜财产等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而王某本身也是警方正在通缉的嫌犯，与马艳红作案的手法极其相似。3年后，王某落网，但是他称自己与马艳红甚至不认识。直到此时，一切才尘埃落定，马艳红被执行死刑。